在美国历史上，有一位名叫亚伯拉罕·林肯的总统，他的一生充满了对人性的深刻洞察。南北战争期间，林肯身边的幕僚团队由政治对手组成，这些人曾经公开反对过他，甚至嘲笑过他的出身和外表。当有人质疑林肯为何要任用这些对手时，他平静地回答：我需要最优秀的人才来帮助国家度过危机，而不是那些只会附和我的人。更令人称奇的是，当这些政治对手在工作中犯错时，林肯从不当众羞辱他们，而是私下沟通，给予指导。有一次，他的国务卿西华德在一项重要外交政策上犯了严重错误，林肯不但没有解雇他，反而亲自修改了文件，然后对外宣称这是他们共同的决定。林肯对人性有着超乎寻常的理解，他曾说，如果你想测试一个人的品格，给他权力就可以了。在他看来，一个人的真实面目往往在面对权力、金钱和时间的考验时才会显露无遗。正是这种对人性的深刻洞察，使他能够在美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期团结一个分裂的国家。林肯的故事让我们看到，看人识人是一门深奥的学问，人心隔肚皮，看人最容易走眼。什么样的人值得托付？什么样的人是真朋友？什么样的人是最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？核心都是考验你看人的能力。看人，你需要过3关，掌握了这3点，你就掌握了人性。第一关，金钱之考。第一关就是钱。古人云：贪吝啬，舍命不舍财。钱虽然最俗，却是最能考验人本性的利器。如果一个人能为你花钱而不吝啬，能过得了这一关的人，才可能是你的真心人。很多女孩子看人就到此为止了，认为愿意为自己花钱的男人就是真心的，但仅仅花钱还不够，那不过是第一关。金钱只是最表面的考验，因为对某些人来说，金钱可能只是一时的投资。华尔街传奇投资人沃伦·巴菲特就有一句名言：只有在退潮时，你才知道谁在裸泳。意思是说，只有在市场低迷或危机时刻，才能看清谁是真正有实力的投资者。同样的道理，只有在你需要帮助时，愿意慷慨解囊的人，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。我有一位朋友，事业刚起步时遇到了资金困难，他向10几位平时称兄道弟的朋友求助，但大多数人都以各种理由推脱了。最后，只有一位平时并不怎么联系的大学同学二话不说借给了他5万元，没有任何条件，甚至没有约定具体的还款日期。正是这笔钱帮他度过了难关。现在他的公司已经上市，而那位同学也成了他一生的挚友。金钱虽然重要，但它只是看人的第一道关卡。正如古罗马哲学家塞涅卡所言，金钱不会改变人，只会揭示人。当一个人愿意为你花钱，尤其是在你困难时伸出援手，这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。但这还远远不够，因为有些人可能只是为了长远的利益而短期投资。第二关，精力之考。第二关就是精力，愿意在你身上为你的事业投入精力，投入心思，愿意为你做事情不厌其烦，不讲条件。这一类的人不多，但也不少。精力比金钱更珍贵，因为金钱可以再赚，而时间和精力一旦消耗就无法挽回。一个人愿意为你付出精力，意味着他真的在乎你或者你们之间的关系。苹果公司的创始人史蒂夫·乔布斯就是一个极其珍惜时间和精力的人。他曾说过，你的时间有限，所以不要为别人而活。正因如此，当乔布斯愿意花时间指导或帮助某人时，这绝对是一种难得的认可。在硅谷有一个著名的故事，一位年轻的创业者多次尝试联系乔布斯，希望得到他的指导。乔布斯一开始并不理会，但这位创业者坚持不懈，最终乔布斯被他的执着打动，
答应见他一面。这次会面只有短短30分钟，但乔布斯给出的建议帮助这位创业者重新思考了他的产品定位，最终使他的公司成功获得了风投资金。乔布斯愿意付出这30分钟，比任何金钱资助都更有价值。我自己也有类似的经历。大学毕业后，我曾向一位业内资深人士请教职业规划问题。让我感动的是，这位前辈不仅详细回答了我的问题，还主动提出每月抽出一个下午与我见面，指导我的职业发展。这种无私的精力投入远比任何形式的金钱帮助更为珍贵，也让我深刻理解了什么是真正的关心和支持。但是，只有这2点还不够，还需要最后一关。第3关，时间之考。第3关就是时间，能够为你花钱，能够为你不计代价的做事，而且能够持续很长的时间。这个时间至少是3年。小人是最没有耐心的，时间是排除小人最好的过滤器。时间是最无情的考验，也是最真实的见证。很多人可以在短期内表现得慷慨大方、热情洋溢，但能够长期坚持的人却寥寥无几。正如中国古语所说，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。微软创始人比尔·盖茨和他的好友沃伦·巴菲特的友谊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他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30多年，从最初的商业伙伴发展成为生活中的挚友。即使在各自事业的巅峰时期，他们也会定期抽出时间一起打桥牌，讨论人生和慈善事业。这种长期的时间投入和情感交流，远比任何商业合作更能体现他们友谊的真挚。在我的职业生涯中，我也遇到过这样的贵人。我的第一位老板在我刚入行时就对我格外关照，不仅教我专业知识，还指导我如何处理职场关系。最令我感动的是，即使在我离开他的公司多年后，每当我遇到职业困惑或需要建议时，他总是会抽出时间与我详谈，给予中肯的意见。这种跨越10多年的持续关心和支持，让我深刻体会到什么是真正的职场导师。这3关：金钱、精力和时间，3个条件，大部分人只能满足其一、其二。能够3点兼具的人，你环视一下你的周边，那是极少数的人，而恰恰是这个极少数的人，绝对是你值得托付之人。这个人也就是孟子所说的可以托6尺之孤，可以寄百里之命，临大节而不可夺也的谦君子。情关，人生的终极考验。在看人过3关的基础上，我们还需要面对人生中的情关。一个人在大运之前必须过情关，这个世界上所有成功的人都经历过这一步，没有任何一个例外。这个情关并不单单是男女之间的感情，真正的情关是3小关。这3关关关难过，过得去，海阔天空人上人；过不去，就是无底深渊，社会底层普通老百姓。家庭关，原生家庭的考验。情关的第1关叫做家庭关。原生家庭不和睦，是一个普通人向上社交的最大障碍。为什么？因为普通人先讲感情，而有钱人先讲利益。普通人临终交代后事，孩子围了一大圈，让老大照顾好这一大家子，谁要听话，谁要和睦。而有钱人临终交代后事，只叫来接班人或者是托孤的人。你看看历朝历代的君王皇帝，哪个不是这么做？因为他们了解人性，都知道只要自己一蹬腿，后面的人可以为了家产真的是你死我活，头破血流。这说明了什么？你以为你能得到家人毫无条件、毫无保留的支持，其实大多数情况下恰恰相反。我告诉你，对你打击最深的正是家人。因为我们对家人不设防，所以这种伤害来得特别猛烈。当你完成不了家人在你身上的期待时，爱就消失了。他会把对你的失望，把对自己命运的不甘发泄在你身上，
讥讽、嫌弃、嘲笑、冷眼，这些很多人都经历过。所以，对待家人就是员工和老板的关系，父母就是你的第一任老板。你要是不练好本事赚钱养活老板，你就是个吃白饭的败家子。不信你现在就立刻在家里不做事，你试试看，你看看父母是什么反应。但是等到你出去自立门户，赚到钱回家孝敬父母的时候，那你跟父母的关系就成了老板和老板之间的关系，那是一派喜气洋洋、父慈子孝的和谐。你想象一下，是不是？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亚伯拉罕·马斯洛曾经说过，如果你唯一的工具是锤子，那么你会把所有问题都看成钉子。同样，如果你只用情感的视角看待家庭关系，就会陷入无尽的失望和痛苦。学会用理性和现实的眼光看待家庭关系，才能真正处理好这第一重情关。贵人关，朋友的考验。在经历了家庭观的考验后，我们还要面对贵人观。谁都想遇到人生的贵人，能遇见志同道合的朋友。你幻想着友情，期待着朋友能来拯救你。但是你会发现，当你落魄的时候，希望得到朋友的理解和帮助的时候，平时那些对你称兄道弟的弟兄们都是避之不及。当你诉说你的遭遇，有些人甚至表情管理不到位，都会偷笑。这个时候你才开始明白，你有光芒的时候才会有朋友。朋友都是带有功利性的，社会关系的本质就是价值交换。在你身上有利可图时，那你的朋友就是你的客户。假如你没有价值，那他们又是另一种态度。美国前总统约翰 ·F. 肯尼迪曾经说过一句名言：胜利有1000万个父亲，而失败则是个孤儿。这句话深刻揭示了人性的真相。当你成功时，很多人会争着和你攀关系，而当你失败时，曾经的朋友会迅速消失。我有一位朋友曾经创业失败，负债累累，在最困难的时期，他发现那些曾经称兄道弟、一起喝酒吃饭的好友全都消失了，电话不接，信息不回。最后帮助他的反而是一位平时并不怎么联系的大学同学，默默地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机会，帮他重新站了起来。这就是现实。经历了家庭观和贵人观的洗礼，我们最终要面对的是恋人和爱人观。爱情观，感情的考验。温柔乡是英雄冢，多少英雄豪杰会拜倒在石榴裙下。古往今来，婚姻都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博弈和交易，都是从利益整合的角度进行，资产并购重组，柴米油盐酱醋茶。请问生活所需的哪个东西不需要成本？你去看看婚姻法，它是不是只保护财产，不保护感情？为了爱情结婚的人，本质上就是一个极端自私且狭隘的小孩。这种感觉就好像是一个穷人走进彩票站一样，你进去的时候满脸憧憬，离开的时候会失落至极。实际上，大多数人这辈子都遇不到爱情，爱情是奢侈品中的奢侈品。大多数人的婚姻只是根据外形、工作、家境选择一个最优的结婚对象而已，是社会价值排序的结果，是市场法则，不是爱情。好莱坞影星威尔·史密斯曾经在一次访谈中坦言，婚姻不是关于幸福的，而是关于成长的。他和妻子贾达·平克特·史密斯的婚姻经历了无数风波，包括公开的婚外情传闻，但他们依然选择在一起。威尔说，我们不再把婚姻视为获取幸福的途径，而是视为一个共同成长和支持彼此的平台。当你对所有的关系都不再抱有幻想的时候，当你过去的信仰体系全线崩溃的时候，当你眼中的亲人、朋友、爱人全都撕掉伪装走下神坛的时候，你还有什么？你还期待什么？听过那句话吗？心不死，道不生。扔掉你心中的那点怨恨，因为你现在没什么价值，没什么技术，没能力，
你还指望别人对你好？这个世界没有什么救世主，你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。等你开始不依赖别人，开始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自己身上，一个人默默地强大自己，扛起责任，告诉自己要忍耐，要等待，要韬光养晦。潜龙在渊之时，你要学会蛰伏，伺机而动。一个人度过黑暗之后，就会开始思考一个问题：无条件的爱真的存在吗？你自己能无条件的爱别人吗？好像答案都是不行的。你开始明白，你的爱太有功利性，你也好色，你也很难爱上一个一无是处的人。原来你自己跟别人一样，也只是个普通人，一样有人性的弱点。那个时候，你对世界的看法就变了，你的信仰已经被重建了。你不再是从前那个涉世未深、脆弱理想化的你，你的信仰会深深扎根于现实，变得踏实而坚固。在看清人性的艰难、人性的复杂后，你会知道要去做什么，该怎么做。一切都在你看清情关并且过了情关之后。情节之痛，成长的必经之路。有福之人必有情节之痛，福报越大的人越容易经历情节。你会发现，上天要度化一个人或者要成就一个人，首先用痛苦去磨练他的心性，而情节就是最痛苦的劫。很多人过了情节，如同丢了半条命，但是恰恰这场情节让很多人涅槃重生。什么是情节？情节就是那个你宁可背信弃义、背弃亲情也要奔赴的人，但是当你付出了所有，却发现人去楼空的那种痛苦。自古英雄出炼狱，从来富贵入凡尘。这句话告诉我们，所有的强者都是在痛苦的折磨中破茧成蝶、涅槃重生的。情节是我们凡尘中人最难过的关，因为这一关是直达你内心最深的地方。人如果没有特殊的机缘，是很难觉悟的。所以，如果没有福报，是遇不到情节的。因为情节是我们迈向更高生命维度的天梯。经历情节并不代表遇人不淑，而是你自己执迷不悟，一味地追求爱情，却在过程中忽略了自我成长的重要性。遭遇情节并不是我们的磨难，而是我们的福报。因为只有经历过情节的人，才能够真正领悟到爱情的真谛。张幼仪是徐志摩的原配妻子，她为徐志摩生下了孩子，可徐志摩却突然不告而别，一个人跑去了英国去追求林徽因。后来张幼仪担心徐志摩一个人在外国生活压力太大，就主动跑去英国去照顾他，但徐志摩不领情。张幼仪为徐志摩生下2个孩子后，徐志摩便提出了离婚，使得张幼仪成为中国近代以来公开被离婚的第1位女性。离婚之后，张幼仪和徐志摩的第2个孩子由于体弱多病感染了重病，没过多久，他们年仅3岁的儿子在遭受病痛折磨之后离开了人世。丧子之痛使得张幼仪陷入巨大的绝望中，她没有了丈夫，又失去了儿子，孤苦无依地漂泊在异国他乡。可反而她变得什么都不怕了，因为她已经没有什么可以再失去的了。张幼仪忍着丧子之痛，一个人在异国他乡艰难生活，自学外语，艰苦创业打拼。张幼仪从此开始了她的逆袭人生。她回国之后进入东吴大学，2年之后成为上海女子商业储蓄银行的副总裁。与此同时，张幼仪还创办了中国第1家时装品牌公司。张幼仪做了她能做的一切，以善良和解伤害，以不折不挠对抗命运的不公，而上天也给了她回报。晚年的张幼仪享受着子孙绕膝的天伦之乐，幸福地活到了88岁。张幼仪没有林徽因的才情，没有陆小曼的风情，却能在悲凉的人生景色上完成一场向死而生的华丽逆袭，成为后世女性仰望的典范。她用倔强和坚强生动地演绎了一个道理：人生从来都只能靠自己成全。
情节会让你觉醒。弘一法师说过，人生没什么不可放下，让你历经情节的人，就是今生渡你的人。爱情付出的不一定有回报，真心也不一定能得到幸福。人生聚散本是常态，因缘而起都是注定。一念即是一劫，人一念放下，便是重生。越有福报的人越容易经历情劫，因为上天要让他们磨练心性。情劫是最痛苦的，很多人经历过情劫，就像丢了半条命。为什么说情劫是一种天赐恩典？情劫发生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痛不欲生，但是恰恰是这场情劫帮你完成了救赎和涅槃。正如佛家所讲，痛苦即菩提，这场情劫让他们逆风重生。情劫的三重恩典，情劫也会给你带来三个恩典。第一，学会了接纳，情劫让你学会了接纳，内心变得强大起来，你不得不去接纳你过去最不想、最不愿意接纳的东西。这种被迫的接纳让你最终明白，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放不下的，你的心变得更加淡然平和。第二，读懂了人性，情节让你看清了一个人，让你有机会看透人心，看清人品，让你真正的开始读懂人性。第三，学会了爱自己，情节让你开始自查自省，为什么付出真心却得到了伤害？为什么掏心掏肺却受到了欺骗？你开始学会了保护自己，开始变得更加坚韧。而在这个蜕变的过程中，你内心经历的排斥时运明白了，只有先爱好自己才是最重要的。放下的这三个阶段，一开始感觉特别煎熬，甚至会烦躁不安，但是慢慢的你会发现，这是一种不一样的恩典，会帮助你变得更加强大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很多人遭遇情劫后，会变得越来越糟糕、堕落，那是因为他没有从情劫当中领悟到他需要的东西，而是吸取到的全部都是负面的，全部是负能量的。他会把自己的付出和爱无限放大，然后把自己推到一个受害者的角色而无法摆脱出来。其实很多痛苦就是老天给你的一种考验，只要经历过了，你内心会变得无比强大，你将无所不能。正所谓心不死则道不生，过了情关的人以后一定会顺风顺水，因为他们清醒地知道，凡是自己想控制的，最后都控制了自己。当你连那个最爱的人都可以放弃的时候，那个真正爱你的人就来了。我们遇到一个人，其实是有债有还，离开是因为还清了，所以你不要害怕失去，因为人失去的本来就不是你的。你也不要害怕伤害，因为伤害过了，孽缘也就结束了。人一旦过了情关，和从前最大的不同就是，别人觉得错过了是遗憾，而你觉得错过了，也许是躲过了一劫。情劫是最伤人的，但也是提升自己最快的一种方式。很多人在经历情劫以后会大彻大悟，生活、事业、人生方向会有一个质的提升。通过度过情劫，佛教徒相信可以减轻和消除这些业障，从而获得修行上的成长和进步。情劫被看作是一种考验和锻炼，通过面对和超越情劫，人们能够培养智慧，修行善行，进一步发展慈悲心和智慧心，超越个人欲望和培养无私的心，将慈悲和智慧应用于自身和他人的利益。情劫被视为一种让人更加清晰认识自己的内心，面对痛苦和困境，并从中获得成长和觉悟的机会。度过情劫被视为一种修行的机会和福报的体现。通过正念、智慧和慈悲来应对情劫，迈向内心的平静和解脱。智者步入爱河，爱河让男人和女人从此岸到彼岸渡过去，便是智者。人生如修行，那么修行路上究竟如何度过情关呢？修行路上的情关，首先要明白，各种情都是人的正常感受，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纽带，
也都牵连着或深或浅的缘分，所以我们应该正视它，重视它。情结是一个深刻而复杂的概念，是修行者所遭遇的最终挑战。在此过程中，一个人的内心和修为必须经受考验，只有真正了解自我并超越情感，才能得到真正的解脱。在修行的道路上，情结是最后一个阶段。情感的困扰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，因为我们都是人类。情感的掌控需要从内心开始，促使我们逐渐接受自己的缺陷和恶习，并逐渐走向完美。如果我们无法克服情感的障碍，那么修行的道路将会无法继续。只有通过感性经历和超越感性的方式，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成长。情结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经历的一步，虽然它必须克服，但不同人面对的障碍不同。在经历情结的过程中，我们会认识到自己的缺陷和不足，从而更好地了解自己，提高自我修养。而让你走出情结的人，他对你的关爱和帮助应该是出于善良和真诚的心意，而非有所图谋或者企图得到某种报酬。人生万事不可能事事顺利，我们不可能得到完美的人和完美的生活。有时候，即使我们能力无穷，也无法扭转命运。情结就是替真爱的人挡灾难。情结是指在爱情中承受巨大的磨难和考验，但最终依然坚守真爱的信念。这种境况就好比是一道灾难，只不过并不是真正的灾难，而是所谓的替真爱的人挡灾难。真正的爱情需要经历考验，才能走到最终的彼岸。在爱情的路上，或许我们会遭遇一些难忘的苦难，但这些苦难都是呈现在我们心中。请记住，在爱情面前，任何苦难都不算什么。只要真正爱上一个人，就会勇敢地面对一切。情结对于真正的爱情来说是一个考验。如果我们不能坚守真爱的信念，并且在爱情中浅尝辄止，那么我们就无法得到真正的幸福。只要你熬过情结，必定会遇到良缘。一个人真正自由的方法是要学会自我控制。如果情绪总是处于失控状态，就会被感情牵着鼻子走，丧失自由。所以，那些精神自由、保持独立思考的人，也正是擅长于控制自己情绪的人。有这样一个例子，有个太太很厌恶先生，天天想着离婚。有天她看了书后想开了，开始不再怨恨。她拿起新婚时的照片来看，那时的他们是多么幸福。她决定用新婚时的目光看先生，惊喜地发现，原来先生还有当年的特质。其实他也还爱她，只是之前都选择用挑错出的方式和她相处。从那天起，他们的关系就变了。当然，也有很难变好的人。若你成长了，也会更有勇气和决心离开这个人，而不是没能力走又一直抱怨。如果你的伴侣已经和你分开，那么熬过情结的表现就是不再对他有负面情绪，不会再一直回放他做的错事，想起他来也不再生气，不用封锁他的消息，理智上不会去找他。就算他来找你，你也可以平静对待，不会再起涟漪。他只是个过客，一切都过去了。哪怕你还爱他，你也没半点冲动再与他纠缠，因为你再也不想过那样的生活。情感你无法控制，但行为你完全控制住了，这就是度过情结的表现。是结是缘，都在一念之间。当你够好时，情结都会变成善缘。你会用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和对方相处，结果自然不同。相对的，若你往下走，善缘也可能变成孽缘。你身边围绕的都是此刻匹配于你的人、事、物。若有人完全不匹配，还强留你身边，他可能也待不久，早晚会离去。遇到情结不要怨恨，那代表成长的时刻到来了。不成长，只能反复经历同一个剧本，度过去的就能重获新生。
在吸引力法则中，负面情绪就会再次招来一样的人、事、物。放弃负面才能重生，让那个错的人不能再影响你，甚至把他变成对的人。所有情节都有解药，解药是自己的心，唯有一颗更大的心，慈悲的心，以更高维度的心去见对方，你才能驾驭情感，你就不再痛了，因为你不屈而自足。情感的真相，爱的3个层次。爱情有3个层次，第一层是占有，第2层是成全，第3层是随缘。大多数人的爱停留在第一层，即占有。这种爱充满了控制欲和占有欲，总是希望对方按照自己的期望去做，一旦对方不符合预期，就会产生失望、愤怒甚至仇恨。真正的爱是成全，是希望对方好，即使这种好与自己无关。成全的爱是无私的，不求回报的。当你真正爱一个人时，你会希望他幸福，即使这种幸福不是由你带给他的。最高层次的爱是随缘，是一种超越了个人得失的境界。随缘不是放弃，而是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，做好自己该做的事，然后坦然接受结果。随缘的爱不执着于结果，不强求对方的回应，只是单纯地表达自己的爱意。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曾说，成熟的爱不是相互依赖，而是相互独立的2个人之间的联盟。这种爱不是为了填补自己的空虚，而是2个完整的人之间的共鸣和欣赏。人生的终极智慧在于接纳与放下。接纳是对现实的认可，是对自己和他人的包容；放下是对执着的超越，是对自由的追求。接纳不是妥协，而是一种勇气，是面对现实的勇气。当我们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完美，接纳他人的缺点，接纳生活的不如意，我们就能够获得内心的平静。放下不是放弃，而是一种解脱，是对执着的超越。当我们能够放下对结果的执着，放下对他人的期望，放下对过去的纠结，我们就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。美国心理学家威廉·詹姆斯曾说，人生最大的发现之一，就是一个人可以通过改变自己的心态来改变自己的生活。当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，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，改变自己的行为习惯，我们就能够改变自己的人生。我是高维认知，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。如果你觉得今天的内容还不错，请一定要关注我们的频道，让我们一起每天提升自己的认知水平。